今天阳光明媚，是个好天气，我们来聊聊测光，也就是相机的测光。我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街头摄影师，今天我用我的徕卡 M240在唐人街拍摄街头照片。相机的测光方式其实与你使用的相机型号无关。这么多年来，测光一直是相机的一项基本功能。测光方式有多种，包括多点测光、中央测光和点测光。中央测光和点测光之间存在着差异。测光的基本原理是，它会扫描相机传感器的整个区域，然后有选择传感器的特定区域来确定曝光，这就是测光的基本原理。今天我将使用中央测光，而不是使用多点测光，也就是对整个传感器区域进行测光。我希望以一种非常精准的方式来确定场景的曝光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些建筑里有一部分光线明亮，一部分则处于阴影中。所以，通过选择性的对亮部或暗部进行测光，你就能达到类似的效果。这样可以拍出更梦幻、更具艺术感、更精心构思的照片，捕捉你想要的场景。我的目标是，如果我对着墙上明亮的白色区域或阳光照射的区域进行测光，那么阴影部分就会更暗。如果我对着阴影部分进行测光，那么白色区域阳光照射的部分就会过曝。所以，这取决于你想要照片呈现的效果。没错，测光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以这个场景为例，我将相机的光圈设置为 f8.0， 为了方便起见，我的 ISO 和快门速度都设置为自动。我们选这个地方吧。这家星巴克，这栋建筑很漂亮。你可以看到阳光非常强烈的照射在星巴克的柱子上。我要拍下这个场景，希望当我的相机传感器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时，场景中的其他部分会处于阴影中。希望坐在长椅桌子旁的那位女士会曝光不足或处于阴影中。好的，我会在屏幕上展示一下。这是我一张照片拍的。你现在可以看到屏幕上柱子曝光正确，而其他阴影区域则处于黑暗或阴影中。好的，我们来看另一个场景。这片天空怎么样？这对很多街头摄影师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，因为天空明亮，建筑物是白色的，而行人则处于阴影中。所以现在我要拍摄一张曝光正确的人物照片，而天空部分则要进行曝光补偿。基本上天空部分会过曝。我们来试试这位先生，你可以看到这部分曝光很合适。这就是如何有选择的对场景的特定部分进行测光，以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氛围和效果。这次拍摄是在唐人街的一次非常随意的漫步。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。看看吧，这是什么？现在还很早，差不多早上9点。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先生在下棋了，还有人在看报纸。这些人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来这里放松。我们现在来到佛牙寺，这里供奉着佛牙舍利。唐人街有很多值得拍摄的东西。我每次来这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拍。这是些香，我们可以拍香，因为有逆光，所以前景有一些光线，背景则比较暗。好的，太棒了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沙俄街，你可以看到这条街历史上曾被称为死亡之街。以前新加坡唐人街有很多店铺专门经营棺材、丧葬之类的生意，现在这里已经彻底翻新了。这里不再有鬼魂出没，也不再有棺材了，它变成了一条非常美丽的街道。沙俄街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。经过这么多年，新加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现在这里真是太美了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小片光线，这片光线很有意思。阳光照射在这里，我想拍一张有人走过的照片，所以我要预先对焦，大概在这里，然后等待拍摄对象走过。当然，拍摄对象必须有趣才行，因为今天我有权选择拍摄对象，而且我的相机已经设置好了预先对焦，我不用再对焦了，直接按下快门就行了，所以这张照片会很快拍完。这边有只小鸡，
希望它能入镜，这样我就可以拍它了。对，我想应该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拍了一张阳光下的鸡的照片。我没说拍摄对象一定要是人，对吧？当然是鸡啦。好的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摄影漫步。当然，我们还会继续拍，因为只拍几张照片是不够的。那么你们能不能再拍一张呢？我觉得效果不错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些照片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。接下来我打算走一走，找出阳光充足的地方。这里是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。我打算选一个更有趣的场景，我们选一个前景，背景是一些色彩鲜艳的建筑，然后希望能拍到一个在阳光下走过的漂亮人物。我已经看到地面上有一片阳光了。是的，你可以看到那位先生走过，他左侧的阳光照耀着他，所以阳光是从这个方向照射过来的。希望我们能拍到一张不错的照片。这里有一株植物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它做前景，把建筑作为背景。我们先预对焦一下，这里。我们来试试拍静物照，因为我喜欢这边的灯和桌子。我们等等太阳出来了，也许这样效果会更好，因为阳光正好照在它上面。然后我们对焦，快速拍一张，看到了吗？我要把对焦区域对准灯罩上光线充足的部分，这样灯罩就会曝光，而其他部分则会处于阴影中，就像这样。我们还可以继续尝试，因为看看这里的太阳，只要有太阳就会有阴影，这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点测光或中央重点测光来捕捉一些非常漂亮、对比鲜明的场景的方法。所以，如果你以前没试过这种拍摄风格，我真心建议你们试试，因为它非常简单，而且效果非常惊艳。试试吧。接下来，我们去唐人街的新地点。这里其实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，因为这里有一面粉红色的墙，风格非常简约，墙上还有窗户和门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，就会发现我之前也在这里拍过类似的照片。希望今天我们能再试一次。不过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路过，你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街道空无一人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拍一些静态照片，纯粹为了好玩。好的，让我想想，对于这个场景，我想我应该调整曝光，让墙壁曝光正确，因为我想让粉红色出现在照片里。窗户我就不拍了，因为那里会很黑。拍这边的门，让屋顶的阴影也出现在画面里。今天我用的是 F8.0 的光圈，这样我使用区域对焦时就有了很大的容差，可以保证大部分照片都清晰对焦。如果你把光圈开得很大，那么由于镜头景深较浅，就有可能出现失焦的情况。瞧，这是只白鸡。嘿，小鸡，我要给你看张照片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嘿，对了，谢谢。在城市里看到鸡真好，因为有黑色的背景和白色的鸡，看起来就像一幅超现实的黑白照片，只不过鸡的头顶是红色的。我就在这里等，因为我确信会有人从这个楼梯经过。
视频到此结束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摄影漫步，并且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东西，那就太好了。如果没有学到什么，也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们觉得有趣。那么我们下周再见，下次新加坡摄影漫步见。